Hello，欢迎回来品家音响。那市场上呢有百百种的数位串流产品啊，有的品牌呢甚至是有推出自己的播放或者是管理的 App。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要针对播放的 App 来讲。那这么多品牌里面，其实声音要播真的很好的播放 App 啊，还蛮少的。好加在是说，目前数位串流机呢几乎都有支援一个叫做 UPnP 的这个通讯协定。那原则上呢，只要是 App 有支援 UPnP，都可以正常的操作使用。不过既然是要好的播放品质啦，我们推荐来自波兰的 J-Play。那 J-Play 呢，它是由知名的音响用电脑品牌 JK 它所开发的播放软体啊。对了 ，J-Play 它目前只有 Apple 的 iPhone 跟 iPad 版本。那难免啊，会有人问说啊，你们不是最推 Room 了吗？是啊，我们真的很爱 Room， 没错。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 Room Server 或者自己弄一台Room Server， 然后呢再买 Room 的软体授权，成本呢是非常高的。J-Play 呢，它虽然也是付费软体，买断的话呢，价格大概是6000块新台币，订阅的话呢是1490，那跟 Room 的价格比起来啦，是便宜的非常多。而且呢，这个钱呢非常值得花。我们在拍摄这支影片的时候呢，还没有繁体中文可以使用。那我们有跟 J-Play 原厂反映，说我们愿意支援那个翻译成繁体中文这件事情。那我们也翻译完了，也上传给原厂了。说不定呢，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呢，已经有繁体中文的 J-Play 可以使用了。那 J-Play 其实它主打了几个强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支援 UPnP，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另外的伺服器。无论是 Room 呢，还是另外一道软体叫 LD Ravana， 它们都是需要一个 server 或者是 core 来完成播放的架构。那这样呢，其实会增加了建构的成本，或者说增加了那个建构的步骤。那第二呢 ，J-Play 它设法降低了 App 跟终端播放机之间传输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就降低了传输时会产生的 noise， 那同时也提升播放品质。那怎么做到的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有问过原厂，他们说这是核心技术之一，不太方便透露。那第三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友善的使用者界面以及使用者体验，你可以非常流畅的去浏览音乐资料库里面的音乐资讯，还有呢播放时曲目跟专辑有相关的资讯。好，接下来我们会先从它的 App 操作界面开始介绍起，之后呢我们再来分享我们常用的播放软体，像是说 Auralic DS App 还有 Room 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分享。那我们在第一次打开 J-Play 的时候呢，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操作界面跟 Room 呢是有一点点相似的，所以在操作的学习曲线上面，对我们来说啦是缩短很多的。那无论是 iPhone 的版本还是 iPad 版本呢，基本上它们的 layout 呢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这里呢原本有先装好了，那我们就先把它删掉，然后重新再安装一次，带着大家呢一步一步的来设定使用 J-Play。好的，那我们就先开始吧，我们就从 App Store 开始搜寻 J-Play，然后呢找到之后我们就下载它。好，下载完成，那我们就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你就同意让它搜寻区网内的装置。它现在给它一点时间找一下。那我们遇到状况是呢，第一次搜寻的时候会搜寻不到。好，稍等它一下。你看它说搜寻不到，没关系，不用担心。下面有一个 Search Again， 我们再按一次，重新搜寻，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区网内所有支援 UPnP 的器材了。这边有 Auralic G2.2， 我们的 B&W 的 Soundbar 跟 Rockna Wavefly Server， 还有我们的 Sony 电视机。那我们这次呢使用的器材是 Auralic G2.2 的器材串流讯源，所以我们就先点 G2.2， 按下一步，然后接下来就是选择你的音乐来源了。这边提供2个串流平台 Tidal 跟 Qobuz， 剩下的就是你区网内有装什么样的 NAS 呢，它就全部都会显示在上面。那这边呢，我们先选择我们自己的品家 Audio 的品家音响的 NAS。那这边呢，我建议呢，它点出来会有一个 NAS 的同步的资料的设定。那我们在下面 Sync 这边呢，我建议大家呢，在 Folders for Albums 这边，就是专辑的资料夹里面，事先把它设定好。因为我们之前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用全自动就直接按储存的话呢，很有可能是会找不到任何东西的。所以这边就稍微做个按个几下，按专辑，选择这个资料夹。好，选择好之后呢，按 Save 储存之后，他说是否要把它加进来，当然要说是咯。那这边要给他一点时间去搜寻一下我们的 NAS 里面所有资料夹。那
依照你的资料库的大小啦，像我们有2000多张专辑，所以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呢，在扫描我们的资料夹。那在我在讲话的同时呢，已经扫到38、39、40%了，所以速度还是蛮快的。那如果你有超级大的资料库的话，可能要花的时间再稍微长一点。哦，那这边我们就稍微等它一下。那其实这速度蛮快的，但我个人是觉得啦，如果你的 iPad 比较老一点的话，可能处理速度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因为这可能同时有关系到就是你的 iPad 或 iPhone 它上面 CPU 的效能的关系。那我这个 iPad 应该有3年历史了吧，所以这个速度我还算满意啦，没有慢到太夸张。然后接下来扫描完资料夹之后，它开始去处理它的 metadata， 然后这边处理速度就快蛮多了。好，差不多了。OK， 好了之后呢，按下一步。下一步之后呢，你就回到主画面，就看到这边发现我有2000多张专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从设定这边也一起把那个 Tidal 跟 Quartz 呢，全部都把它开启起来。因为我这边我的那个浏览器有自动登录过了，所以呢，我就账号密码也不用再输入了。这边要。稍等一下哦，我把 Tidal 这边呢也稍微设定一下，一样，其实跟所有的播放软体都是一样，就是你只要是串流平台，你只要输入你的那个账号密码，然后直接登录就可以了。好，OK， 好了，那他刚刚有跳出一个说 Quartz 有一些同步的一些错误出现，没关系。我们就按这边重新整理，它就会再把所有资料再全部捞回来了。所以稍后呢就会发现 ，OK， 开始有东西开始跑进来了。好 ，OK， 然后你先看到我们主画面上面，好，我们现在设定完之后呢，你看到我们主画面有3500多张专辑，然后这些资料都全部呈现在上面了。好的，现在一切都设定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介绍 JPlay 它的设定、它的那个主画面，还有它其他的操作方式咯。我们设定完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看到主画面这边。那后续如果你要设定要更改的话，就是去那个主目录下面的 Settings 呢，去把它做调整就可以了。那大家看到主画面 ，JPlay 它的画面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它的画面呢跟 Room 是很相似。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棒啊，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它的那个 navigation， 它在导览的那个逻辑是很好的，所以无论你今天有没有使用过 Room， 你还是可以很快速的进入状况，就不会再迷路了。因为有的 App 其实会让你一直迷路的。那这个画面呢 ，JPlay 它的画面分为主目录左边的主目一个区块，跟这个大的主画面一个区块。那我们先看主画面它的操作，你可以很直觉的点上面这个 albums， 它就会进入到像主目录这边，你的 My Library 这边 albums 是点了之后也是一样画面。那在主画面这边呢，它可以就直接显示所有你的 NAS 里面的资料，以及你在所有串流平台上面的资料。那如果你要专门看哪些地方呢？譬如说你要看 Quartz， 它就会只有独立出 Quartz 这边都有快捷按钮，或者按 Tidal 就有 Tidal， 按 NAS 就有 NAS。那你如果它这边另外还有 CD、Hi-Res 音乐跟 DSD 的选项可以选，所以你看 DSD 这边就显示所有 DSD 的东西，然后你按 High Resolution、High HR 就所有就是应该依照他们的定义啦，只要是48、24bit 以上呢，就会出现在这上面。按 CD 呢，就出现 CD 音质的资料全部会呈现在这个地方了。那如果你想要有更精确的一些筛选的话呢，这边有个漏斗，就点漏斗，你就可以在这边选说，你的音乐来源是在哪里，你的音乐的格式应该要用什么的，然后你的那个 bit depth 要多少，你的取样率要多少，这边全部呢都可以选择。那这边的整个导览逻辑其实跟 Room 也是有点相似，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是坏事啦，因为这个对使用者来说是好的。这个呢就是主要你在看你的整个音乐资料库的时候，你所有的画面。那我刚刚漏讲的那个主画面的事情，那主画面其实也是很棒的，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 Quartz 在这边主画面，它会显示说 Quartz Tidal 它上面一些建议的一些播放清单，都会在第一页里面呢，都会先列给你看。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看，因为它有些时候它推荐的东西不见得是你想要的。好，那这个呢就是主画面了，简单、快速又容易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播放界面了。那其实大部分的播放软体的播放界面呢，都还算蛮大同小异的，那就是看他们在一些操作的元素上面安排啊，是不是用得很顺手。那我这边先随便选张专辑，先找张漂亮的专辑好了。你点进来之后呢，第一个当然就看到专辑封面，然后专辑名称，然后它的格式长什么样子，然后这个资料呢，这些音乐是从哪个地方串流过来的。你可以是如果你点像我们现在 Quartz 的话，它就显示 Quartz； 如果你点 NAS 的资料，就是点 NAS 的资料会跑出一个图示会出来。那你再往下滑，就会看到，当然一样，就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哪些曲目。你再往下滑一点呢，会看到 More Albums by 这个人。那这个它就是会显示说这个艺人他有哪些专辑可以听，或者说他有哪些不同平台的版本会出现在上面。再来呢，或者是跟他风格相似的一些曲目呢，或者是专辑呢，也会出现在下面。再往下滑一点呢，你就看到关于这张专辑一些它的专辑描述啊、专辑介绍，还有这些专辑它有什么它的那个一些相关的东西。那这些东西资料，我觉得说就目前来说啦，资料其实是给的算蛮完整的。那要怎么播放音乐？很简单，下面有 Play 跟 Add Q。按 Play 的话，它就直接播放下去了。按 Add Q 的话呢，它不会播放，它会先把这些你全部的曲目呢放到待播清单里面，等到你按 Play 的时候，它才开始放。那我们先按 Play。好，按 Play 之后，你会看到画面最下方有一些资讯可以出来，就是第一个专辑封面跟你目前播放的曲目，在中间呢就是它的那个播放操作。那右边呢，就是其他的跟播放清单相关的一些控制，比如说待播清单，加到你的资料夹，或者加到最爱，或者你要帮他打个星星也可以。最右边呢，就是你目前正在使用的串流机是哪一台，那你可以随时换。你换的时候，它不会立刻把你播放曲目切过去，因为每一台串流机呢都是独立的个体，你要让它自己。另外，你选的其他串流机呢，就要重新再选曲目再播放。好，那这就是它的最基本的操作。那我们再点到最下面，会跳出大的画面。大的画面呢，就看到大的专辑封面、跟曲目名称、跟目前播到哪里。好，然后呢，左下角呢，你就看到它是从 Quartz 串流的，中间是它的取样率，然后右边呢，就是它现在是由哪一个串流机播放的。那这个画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如果你把它往上滑一点，好，一样你可以看到专辑介绍。还有关于这个艺人他的一些生平、一些介绍，还有关于这个单独这个曲目它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也会出现在上面。然后如果说假设说这个专辑里面有很多不同风格的歌的话啦，它下面也是一样会给你一些推荐说，如果你喜欢这个曲目的话，还有相似的东西也会出现在上面。还有呢，最下面就是幕后哪些有演奏的人是哪些，作曲者是谁，谁是他的那个后面的后制工程师，都会写得一清二楚。这个呢就是主要的播放大画面是长这个样子。那这个大画面之后，你会看到上面其实还有3个小小的东西，中间呢就是滑过去之后，它就是待播清单，你就可以看到目前还有哪些歌要等着被播放。那你滑到下面的时候，还有一个回到目前正在播放的曲目，会直接回到上面去。那最右边这边呢，再滑过来就是当你这个东西放完之后。J-Play 是不是要帮你自动找相似东西，然后继续播放下去？所以它最下面有一个 Start Radio After Music Ends。如果你想要让它持续播放相似的东西，你把这个勾勾打开，它就做这件事情了。这个呢就是最基本它的播放的操作是长这个样子。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操作的。那如果说你今天有其他的音乐想要播，像 Nora Jones 我是随便选一下好了。然后 Don't Know Why， 如果我想要插播这首歌呢，你选到 Don't Know Why 这边，我按错了，不好意思。你在 Don't Know Why 这首歌的这边呢，按这3个点，你可以把这首歌加到 Q 或者是 Play Next，这样是可以做到。不过因为我刚刚误触了，
所以呢就会变成是播不一样的东西。我先一样点回去这边，然后先播这全部。好，然后呢，我们再回到刚刚 Norah Jones， 然后这3个点这边 Don't know why 最右边的3个点，点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些关于这个单独这个曲目的操作，然后我们就按 Play Next， 然后我们再回到播放清单，待播清单下一首就是 Don't know why 了，所以这样就很直接了我们再回来，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Add Q 的话，其实按 Add Q 的话就把它加到最后面，所以我们再回到播放清单最下面 Don't know why， 它就在这个待播清单最下面了。那这几个东西其实就是在 JPlay 里面，或者说你其他播放软体呢最常使用的操作了。那其他的加到我的最爱等等之类的呢，其实操作呢都算大同小异啦。所以我觉得 JPlay 他们在这个设计上面呢，其实无论你用过哪些软体，你都可以很快的就可以轻易上手了。我觉得这点 JPlay 做得很棒。操作讲完了，再来就是声音了。那因为我们目前是使用 O'Reilly 的讯源，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拿 Lightning DS App， 然后跟 JPlay 呢来简单 PK 一下。那当然我会稍微讲一下那个 Room 的事情啦。那我们使用的讯源呢，当然就是 O'Reilly G2.2 2键式的串流讯源。那扩大机搭配挪威的 Electro Companion， 它的前后级扩大机。那喇叭呢，就是英国的 ProAct K6 Signature 这个旗舰的落地喇叭。我们在聆听流行乐的时候，像是说许富凯的《魔仙》、《救吼》，还有戴佩妮的《被动观众》Tracy Chapman 他的 Fast Car 等等的一些曲目啦。那这2个 App 比较起来呢 ，JPlay 跟 Lightning DS 他们在人声的处理上面呢，一听知道一切换来就知道很不一样了。JPlay 呢，它的人声走是稍微温暖，然后稍微暖一点，然后舒服的方向。那 Lightning DS 呢，它是线条清楚，然后也稍微靠前一点的那种走向。那如果你喜欢演唱的主角，它很明显大部分人可能会比较喜欢 Lightning DS 它的诠释方式。那如果你喜欢情感有温度的话啦 ，JPlay 呢，它是给你就是这种感觉。那乐器方面呢，当我们在听那个灵魂急转弯 Soul 它的爵士鼓的鼓组演奏的时候呢， Lightning DS 它的 Hi-Hat 会比较亮，那 JPlay 呢比较温和一点。那 JPlay 它这份温和的感觉在聆听提琴类的演出的时候呢，原则上我们是觉得说比 Lightning DS 还要好。原因是因为既然是提琴的话，我们是会比较期待有相对应的那种木头那种质感那种温度。那这方面我觉得 JPlay 呢做的比较到位。那空间感方面呢，我们这边特别选了 2L 的 Magnificat， 还有 TRPTK 他们的 Telemann 12 Fantasia for Viola Gamba。这2张专辑其实分别他们都是在当地的教堂所录制的。那我们在听 Magnificat 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很多合唱团跟女高音的演出。那在 Lightning DS 的处理上面呢，他们是比较有一点点靠近在一起的感觉，而 JPlay 在处理上，你可以感受到说女高音跟合唱团呢，他们是有个距离存在的。那 JPlay 它这个处理方式跟 Magnificat 它在实际录制现场它表现出来是比较贴近那个现场的状况。再来是演出的那个环境处理。那 JPlay 呢，它可以感受到比较透明、比较开阔的那种自然的音场，而 Lightning DS 呢，虽然说也有音场，可是你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好像有一个边界存在，它只是相对出来的感觉啦。那在低频表现方面，我们在听那个灵魂急转弯里面有一首叫做 Born to Play 的时候，它的 kick drum 跟它的 bass 呢 ，JPlay 它会比较清楚，那 Lightning DS 呢，它好像是稍微粘在一起，比较大一点。那在韩国的 Junkey 它有一个那个纯电子乐器的演奏曲目叫 Night City， 那 City Night 抱歉，那里面有许多50 Hz 以下的一些资讯。那 Lightning DS 呢，它在低频的线条感是没有像 JPlay 那么的清楚啦。那因为 JPlay 它可以感受到比较多的低频的形状的样子。总而言之 ，JPlay 呢，它的音色呢是属于比较温暖，那音场深度呢也比较足够。而且 kick drum 跟 bass 的表现呢不会腐烂，当然了，也是会有人喜欢 Lightning DS， 它大部分状况是那种线条分明解析度高的那种表现。那跟 JPlay 相比之下呢，是稍微不自然的一点点。那对我们耳朵来说是这样子的。那 JPlay 它协调度是比较好的。那跟 Room 比呢
我们这边用 Room 来比的话，其实 Room 还是会比 JPlay 还有 Lightning DS 好听。那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 Room 的 server 呢是使用 Rakna 的 Wavelight server， 然后再把讯号呢丢给 O'Reilly 去做处理，然后跟你直接用 iPhone， 然后用 JPlay 丢 UP， 透过 UP 丢讯号来说，少了一层的东西在那边做处理。当然就是因为硬体的关系，会有一点差距存在。那原则上，在我们这边整体表现比起来啦，就是 Room 会大于 JPlay， 大于 Lightning DS。JPlay 这个软体的操作方式以及音质呢都非常的优秀。不过呢，目前 JPlay 它只有在苹果装置才能够使用。那未来呢还不确定说会不会有 Android 的版本或其他平台的版本啊。那如果你没有想要使用 Room 的话，JPlay 应该是目前我们听到最好的解决方案。那如果你未来想要，然后现阶段你没有那个预算投入进去用 Room 的人来说啦 ，JPlay 呢它是个非常不错的替代跟过渡方案。那我们这个影片里面使用的串流机呢是 O'Reilly 它的旗舰 G2.2 系列的讯源。当然，同样品牌呢也有 S1， 就稍微低阶的 S1 系列呢也是有支援的。那其他像是说 Rakna、AudioByte、TX、Esoteric、Casus 他们的串流机呢全部都有支援 UPnP。那当然就可以用到 JPlay 了。那详细的产品资讯呢，我们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那希望呢今天影片呢对你来说有点帮助。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影片，欢迎按赞跟分享。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频道，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